明星女儿直播说她得了抑郁症，要自杀。她说我妈从小虐待我，就是个魔鬼，导致我不仅被人肉网暴，还被她的私生粉开车撞死。后来她签署了家属谅解书，哭啼啼地说粉丝也是为她好。我飘在空中，看着她将我的骨灰撒进下水道里，一脸的得意。老女人终于死了，再次睁眼，女儿将我给她熬了一下午的鸡汤摔到地上。10岁的她大吵大闹，要吃炸鸡，滚烫的汤汁溅到我的大腿上，疼得我皱起了眉。我和老公大学恋爱，感情很好，结婚体检却发现老公无精，我的体质也不适合怀孕，便想着干脆领养一个。工作几年，有了经济能力，领养孩子提上日程。到了福利院，老公一眼就看上了躲在角落的女孩。女孩看着3、4岁，长得还蛮精致可爱。院长说这孩子刚被送过来，他的父母是外地过来打工的，年纪不大，看着应该是上学的年纪。他们拖欠房租1个月，房东过去收房的时候，屋里一片狼藉，两人早就不见踪影，只留下这个小女孩，差点饿晕过去。我感觉跟这孩子合眼缘，和老公商量了一下，准备领养她。很快办好手续，我们给这个孩子取名林宝瑜，我们把他当作上天赐予的宝贝，精心教养着。后来他名校毕业，闯荡娱乐圈，成为拥有1000万粉丝的明星，享受万人瞩目，却在直播里污蔑我，害我惨死。或许是老天都看不下去了，让我重生了。再次睁眼的时候，他把装着鸡汤的汤盅端起来，用力地朝我这边扔过来。炸开的瞬间，我躲闪不及，裙子下面的大腿被溅到了一大片，而他毫发无伤。老公听到声音从书房出来，怎么了？林宝瑜撅着小嘴，带着哭腔，其实一滴泪都没流。他惯会装腔作势，只是他外表很有欺骗性，让人觉得他是在撒娇。妈妈是坏人，不给我吃炸鸡。上一世的我会蹲下来，温柔耐心地说，小朋友不能老是吃炸鸡，太油腻对身体不好，过几天妈妈再给你买好不好？而现在我只是冷冷地盯着他。老婆，你的腿怎么了？老公看到我腿上被烫出的红印，一脸的心疼，赶紧从冰箱里拿出冰块替我冰敷。见老公没理他，林宝瑜一边呜呜一边往地上扔东西。我挑了挑眉，绕过老公，给了他一巴掌。老公一脸惊讶，因为我很宠爱林宝瑜，以前他犯什么错，我都会温柔耐心地教育他，绝不会动手。老婆，你怎么打孩子？林宝瑜捂着右脸，死死地瞪着我，眼神和10年后的他重合，是那么的恶毒。他的眼眶发红，哭着跑到了我老公那边，紧紧地搂住我老公的脖子。呜呜，爸爸妈妈打我，他好坏好恐怖，我不要他当我妈妈了。我平复了下心情，一言不发地开始收拾地上的碎片。因为心不在焉，我的手被割伤。老公看到推开林宝瑜，冲了过来替我处理伤口。看着他心疼的神色，我的心隐隐作痛。上一世，老公为了给林宝瑜创造更好的教育环境，拼命工作，亏损了身体。在林宝瑜考上大学的那一年，突发脑溢血，人就这么没了。刚刚我一直沉浸在对林宝瑜的仇恨中，现在冷静下来，看到头发乌黑的老公，我再也忍不住扑到他的怀里大哭。我捡回来的流浪猫大黄看到这一幕，歪着头懵逼地喵了一声。林宝瑜似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，他尖叫着要打猫，却被大黄灵巧地躲过，还被他扔在地上的玩偶绊了一跤，摔在地上。我没忍住，扑哧笑出声。老公宠溺地看了我一眼，你说你和孩子计较什么？小鱼还小，得慢慢教。我没反驳，轻轻地嗯了一声。第二天我下班，在菜市场买好菜回家，电梯里遇到邻居张阿姨，和她打招呼。没想到她不仅没理我，还朝我翻了个白眼。我感到莫名其妙，但也没多想。没多久，我在厨房听见房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，估计是林宝瑜回来了。放学如果没事，他会在楼下玩会儿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门铃响起，我还在想这个点是谁上门了，结果一推开门，居然是警察。有人报警说您虐待儿童。我没有。话音刚落，林宝瑜穿着连衣裙，踩着拖鞋从屋里哒哒哒地跑过来。警察叔叔，就是他虐待我。说完举起手臂，露出几道青紫的痕迹，裙摆下的膝盖还有擦伤，这是我妈掐的。然后他还让我跪在地上，用鞭子抽我。呜呜，警察叔叔，你要给我做主啊！怪不得邻居对我那种态度，原来是以为我虐待孩子。徐女士，对此您是否有异议？屋外聚集了很多八卦的邻居，我干脆敞开大门，让他们看得清楚。我不知道他身上的伤痕是怎么造成的，总之不是我。你胡说，就是你，警察叔叔，我不是他亲生的，他对我可坏了。一听他不是我亲生的，警察皱了皱眉。围观群众议论纷纷，我露出讽刺的笑容，原来他早就知道不是我亲生的。当初他年纪小，所以我并没有告诉他是领养的。为了方便他上学，我们搬到了这个小区。
所以这里的人都以为他是我亲生的。上一世，他趴在我和老公的身上吸我们的血，对我们没有丝毫感激，反而觉得理所应当。我还想着，估计是以为自己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所以肆无忌惮。但是没想到他居然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世。林宝瑜果然是个天生坏种。最近天热，早上我送你去学校，你穿的是短袖，电梯里、小区里、马路上都有监视器。如果是我虐待你留下的，那么监视器里也能看到。然后你一天都在学校，而我在上班，请问我是怎么虐待你的？林宝瑜闻言有些慌乱。那我们去调一下监视器。不用调了，早上你们不是在早餐铺买早饭吗？我当时就在你们旁边，这孩子身上没这些伤痕。围观群众中的一个大叔开口道。警察凌厉的视线扫过林宝瑜。林宝瑜心虚地低着头，看着斜肩，一言不发。他现在毕竟才10岁，考虑事情没那么周全，以为只要在身上弄些伤痕，赖在我身上就行。比起成年后的林宝瑜，现在的他恶毒的有些天真。就算我身上这些伤痕不是他弄的，可他昨晚确实打了我。林宝瑜突然大吼，一脸的不服气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撩起阔腿裤，露出被烫伤的地方。众人倒吸了一口气。那时候鸡汤刚盛出来，所以我被烫得很严重。昨晚这孩子非要吃炸鸡，还把我给他熬了一下午的鸡汤摔在地上，烫我一腿。好在他一点事都没有，我当时情绪没控制好，给了他一巴掌。现在想想也后悔，以后不会了。警察看向林宝瑜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林宝瑜听到我说给了他一巴掌，扬起下巴，点了点头。他抽我的那巴掌可疼了，警察叔叔，你快把他带走吧。他以为别人听到这话会站在他这边，毕竟他可是白白挨了一巴掌呢。我没听错吧？这小孩就因为犯错被打了一巴掌，就撒谎污蔑他吗？这要是我儿子，我不把他屁股揍开花。他身上那条裙子我在商场里看到过，3000一条，还有那双拖鞋，说是什么联名款，200多。我女儿想买，我都没舍得。所以说不要领养孩子，这不一白眼狼吗？围观的人群纷纷替我抱不平。我就说小徐不是这种人，他们夫妻俩可宠着这孩子了。是啊，小徐，你这孩子得好好管教，年纪这么小就敢说这么大的谎，以后还得了。这孩子也太不像话了，这么污蔑自己的父母。不是亲生的就是不行，要我就把他送回福利院，这不白眼狼吗？林宝云没想到大家都在指责自己，眼眶泛红，一脸的委屈。叔叔婶婶都是坏人，明明是宝玉被打了啊！说完，哒哒哒的跑回房里，狠狠地摔上门。见是一场误会，众人纷纷离开。邻居张阿姨一脸歉意地看着我，小徐，实在是对不住啊，我这猪脑子居然真以为你虐待女儿。我摆了摆手，没事，这不怪你。不过你这养女太不像话了，毕竟不是亲生的，你得防着点啊。上一世，林宝瑜在我们小区里很受欢迎，她长得漂亮，成绩优异，待人礼貌乖巧，周围的人都羡慕我有个这么优秀的女儿。后来她在直播里说我从小虐待她，拿针戳她，掐她大腿，还不让她吃饭等恶劣行为，邻居们都信以为真，纷纷替她打抱不平。网友也更笃定我是林宝瑜口中的恶毒母亲，在网络上对我进行制裁。想到这里，我准备在家里几个隐秘的地方都装上摄像头。老公下班比较晚，吃晚饭的时候，他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。宝瑜怎么不吃？我把发生的事情和他说了一遍。老公听到，气得拍了一下桌子。要不把他送回去？我冷笑一声，送倒是可以送，但以他的德行，还不知道要给我们泼多少脏水呢。一想到我俩明明做了善事，却还要被人辱骂，凭什么？明明不是我俩的错。孩子毕竟还小，咱们好好教。我边说边盛了一碗猪肚汤递给他。老公接过汤，点了点头。不过老公，那些乱七八糟的辅导班都别报了，浪费钱，你也别那么拼，注意身体。知道了，我点了份炸鸡外卖，放在了他门口。第二天早上，他把吃剩的垃圾袋扔在客厅，地上散落着他吃剩的鸡骨头，地板上都是油污。这是他一贯的作风，他喜欢坐在地上边吃外卖边看电视，哪怕我教了他很多次要扔进垃圾桶，他也不听，就等着我给他收拾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打开房门，揉了揉眼睛，没事一样的开口：“我饿了，想吃汉堡。”“好的，妈去给你买。”他眼中有些惊讶，随即一脸得意洋洋，估计以为昨天发生的事情让我妥协了。“妈，你早这样不就行了？”妈想通了，以后啊，你想吃什么妈就给你买什么，炸鸡汉堡这些垃圾食品爱吃是吧？我会让你吃个够。就这样，我和老公吃着健康餐，而他顿顿麻辣烫、香锅、炸鸡等高热量食物。和上一世我费力的让他吃蔬菜的场景对比，这一世的我格外轻松。这天我收到辅导机构的电话，催我缴纳舞蹈班的费用。不好意思，吴老师，我不报了，家里经济有点紧张。舞蹈班虽然不便宜，1节课300，但对于我和老公来说还是能负担得起的。
当时让他学舞蹈，就是为了培养他的气质，拥有良好的体态。一开始苦是苦了点，但带来的益处也是肉眼可见的。他却在直播间哭诉，说我从小虐待他，逼他学各种东西，让他过得压抑不自由。我咬了咬后槽牙，要自由是吧？我让你自由个够！周日下午是我去福利院帮忙的日子，我领养林宝瑜后，会趁休息时间去那边帮忙。院长看到我，笑着把我迎了进去。现在是小孩子吃零食的时间，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是一个又黑又瘦的女孩。她把凳子都排好，招呼着每个孩子坐好，帮志愿小姐姐把零食分给每个小朋友。直到最后，她才坐在角落里吃东西。她是3年前被送到福利院，听说她原来叫招娣，她不喜欢这个名字，让大家喊她小花。送过来的时候已经7岁了，因为原生家庭的虐待，她长得又黑又瘦，看着不讨喜，年纪有点大，所以没人领养她。她很懂事，我记得她一直没被领养，在福利院帮忙。读完初中就没再继续读书，当时我还纳闷，这孩子成绩很好，怎么就没继续读？后来才知道是照顾他的阿姨生病了，阿姨又没什么亲人，他就辍学照顾阿姨，顺便打工赚钱。在之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。明明和林宝瑜一样大，却格外瘦小。我心中一动，一个大胆的想法涌现。我从兜里掏出一颗糖递给小花，小花愣了一下，谢谢。她接过糖果，将手里的小饼干塞给我，这个给你，很好吃。见我吃了饼干，小花眉眼一弯，笑得灿烂。我之前没注意，发现其实这孩子五官蛮好的，就是因为营养不良，看起来面黄肌瘦。仔细看看他那双眼睛，很有神。即便知道自己过的生活不如意，但眼里有光，不像林宝瑜一天天板着个脸，说好听点叫高冷，说难听点像是要死不活，老觉得别人欠他东西。你要不要跟我回家？小花眼睛瞬间瞪得滚圆。我笑着继续说，要不要我当你的妈妈？真的可以吗？小花一脸的受宠若惊。当然可以，只要你愿意。我不觉得我的教育方式出了问题，只是有些人天生就是白眼狼，养不熟。我提前和老公沟通了一下，这些事他都听我的。虽然有些突然，但很快他就接受了。我给小花取了名字林南乔，希望她温暖健康。算下来，林宝瑜比她大几个月，我就让她叫林宝瑜姐姐。小鱼，以后你有妹妹了，有人陪你玩了，开不开心？南乔叫姐姐，林南乔挂起大大的笑容。姐姐好。呸，谁是你姐姐？谁允许你们领养孩子的？经过我同意了吗？要你同意干嘛？我和你爸养，又不需要你养。林宝瑜大声尖叫起来。我不管，不许他进来，让他滚。说完用力地把南乔推到地上。我可不惯着他，反手就把他关进房间，任他折腾。老公听到里面的动静，很是担忧，小鱼在里面弄伤自己怎么办？不会，他才舍不得让自己受伤呢。我太了解他的德行，林宝瑜就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重活一世，我看清了很多东西。古人云，3岁看老是有依据的。幼儿园的时候，他抢同学玩具，被老师批评，回家就告状说老师虐待他，幸好有监控，回家被我好好教育了一顿。他因此记恨上我，又偷拿了同学的电话手表。家长发现了，他一脸无辜，说是妈妈教的。那时候我觉得孩子小，并没有放在心上。小时候他不加掩饰地暴露自己的天性，一有不顺心的事情就大吵大闹，一旦吃亏就会想方设法地报复回去，绝不吃亏。长大后他开始隐藏，变得乖巧温顺。那时候的我以为女大十八变，心想他终于懂事了，但其实他是一只恶狼，用羊皮伪装着自己。咚咚咚，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打开门，一个50多岁的女人牵着一个小男孩。我说你们家怎么回事啊？往楼下扔东西有没有素质？差点砸到我孙子。还没等到他说完，我赶紧冲到林宝瑜的房间，就见他搬着板凳，把书本还有玩具一件件扔到楼下。我把他拽出门，道歉。他梗着脖子，用充满恨意的眼神看着我，一言不发。实在对不起啊，待会儿我陪您和您孙子去医院检查一下，有什么问题我都赔偿。叫我态度很好，大妈也没再为难我。你这孩子太不像话了，得好好管教啊！我连忙点头。等我长大了，让你好看。林宝瑜低着头，恶狠狠地说。上一世他也说过这句话，只是我当时以为不过是孩子说的气话，根本没有放在心上。现在想来，一切都有迹可循。我弯下腰，看着他的眼睛，认真地说：林宝瑜，我没有亏待过你，对你我问心无愧。无论林宝瑜怎么闹，南乔还是住了进来。我把朝北的客房稍微整理了一下，给他当了卧室，比不上当初给林宝瑜亲手装扮的房间，但东西也都齐全。这间房是我一个人住吗？南乔牵着我的衣角，怯生生地问道。是啊，
以后这就是你的房间了。谢谢。林南桥顿了顿，妈妈，这句妈妈的声音很小，但我还是听到了。我摸了摸他毛茸茸的脑袋，了一声。南桥住进来后，林宝瑜又作妖了几次，只是南桥没和他计较，处处忍让。林宝瑜觉得无趣，加上南桥很听话，像多了个跟班，便不再折腾，所以画面居然诡异的和谐起来。我把南桥转到了林宝瑜的学校，这所学校师资力量强大，小学初中都在一起，比原来福利院的小学强很多。南桥刚转过去的时候，基础明显薄弱，我本想着给他报个辅导班，但南桥却拒绝了。老师讲得很好，没必要报班，我知道他是怕我给他花钱。每天晚上他都埋头看书，1学期不到，南桥从班级垫底到班级第1，老师们都对他赞叹不已。转眼到了高2，班主任蒋老师给我打电话，说林宝瑜早恋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心中咯噔一声，又想起前世的事情。前世他喜欢上职校的一个混混，被我和老公带回家批评教育，他不服还绝食抗议。后来听说他出车祸去世了，林宝瑜才消停。我在被网暴的时候给林宝瑜打去电话，问他为什么这么对我。他笑得癫狂，说我活该，将他对我多年的不满都发泄出来，其中就提到了这个小混混张磊。等我到学校时候，看到林宝瑜不耐烦地站在办公室，在我对他的故意纵容下，这一世林宝瑜的身高比前世矮了将近5厘米，因为长期吃高热量食物又不喜欢运动，所以不仅胖了很多，而且脸色发黄暗沉，还长痘，和前世肤白貌美的他相差甚远。你怎么才来？磨磨唧唧的。林宝瑜，注意态度，早恋还有理了。没事，蒋老师，这孩子就这脾气。蒋老师不赞同的看向我，你呀，就是太惯着孩子了。林宝瑜扬起下巴，一脸得意。他当然得惯着我了，他和我爸都不能生，不就指望着我养老吗？蒋老师听到这话，颇有些愤愤不平。如果是前世的我听到这话，估计难受得很。可现在我一点都不在意。老师，能和我讲讲到底什么情况吗？蒋老师拿起玻璃杯喝了口茶。保安巡逻的时候，发现有个男的爬墙进来，在小树林附近和林宝瑜亲亲抱抱。说到这里，蒋老师狠狠地拍了拍桌子。我教学这么多年，还没发生过这么不知羞耻的事情。林宝瑜，你真的太不像话了。听到这里，我诧异地挑了挑眉。要知道，前世蒋老师也发现了林宝瑜早恋，不过那时候他可不是这个态度。他说一定是那个混混诱惑了他，让我们回家好好劝劝。你看你这成绩都是倒数的，拉低了整个班级的平均分，害我们班排倒数。啪的一声，将文件夹摔在桌上。难怪前世的林宝瑜在我的精心教养下，无论是气质还是外表都格外出众，而且成绩名列前茅，家长们和老师看到都格外夸奖。林宝瑜以为他拥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他天赋高，底子好，殊不知是我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金钱。可这一世，在我的故意放纵下，他野蛮疯长，不仅颜值低了不少，待人也很没礼貌，就连小区的大妈都对他没有好感。那另外那个男生是，就隔壁职校的，好像叫什么张磊吧。我心头一震，居然又是这个张磊。蒋老师，您别生气，我把这孩子带回去教育教育。蒋老师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朝林宝瑜摆了摆手，你先出去吧，我和你妈有事要说。林宝瑜翻了个白眼，转身出门，门被他摔得砰砰作响。你看他什么样子？蒋老师看到林宝瑜的背影，十分不满，比他妹妹真是差远了。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我想让南桥去参加物理竞赛，他成绩很好，如果不出意外，估计能保送清北。真的？蒋老师点了点头。我知道南桥成绩不错，但没想到他这么优秀。其实我没指望这孩子有多出息，当初收留他也只是想让他过得好点。那您交一下考试费用，这次我们要去华海市参赛，辅导费、住宿费加上考试费一共6000。我很爽快地交了费用。老师，这件事我希望你保密，尤其别让宝瑜知道。我这么说完全是因为他在初2的时候嫉妒南桥比他成绩好，结果把他反锁在厕所里，害他错过考试。因为这件事，每到重要考试前，我都格外小心。蒋老师点了点头，理解理解。我把一脸不服气的林宝瑜带回了家。一进门，林宝瑜鞋子都不脱就进了屋。我就要和磊哥在一起，我们是真爱。小鱼，你先冷静，妈妈又没说不让你们在一起。林宝瑜听到这话，眼睛亮了亮。只不过你现在还小，等你高考结束再考虑这些事好吗？毕竟家里有监控在，该劝的还是要劝。结果他听到这话，眼睛瞪得很大。我现在就要和他在一起。小鱼，我是为你好，现在的你得以学习为重。我上前想要搂住他，结果他用力推开我，我顺势倒在地上。
林宝瑜看到不仅没扶我，还冷笑着瞪了我一眼，然后飞快地跑出门。上一世的我也经历了这一遭，只不过我立马从地上爬起来，拼了命留住了他。我装模作样的从地上艰难地爬了起来，一瘸一拐地出了门。林宝瑜早就跑得没影了。我耸了耸肩，给老公发了消息，带着南乔去了远一点的5星级酒店。南乔，去华海市好好考试。好的，妈妈。说完，从兜里掏出一个长条形的礼盒递过来。这是什么？我伸手接过来，打开，里面是一条很漂亮的项链，在灯光下熠熠生辉。这是……今天是您带我回家的日子。我突然反应过来，7年前的今天，我领养了南乔。你哪里来的钱？平常剩下的零花钱，再加上休息的时候我会去小来阿姨那边打工帮忙，她会给我工资，加起来就够买了。小来阿姨就是前世生病住院的那个人。南乔中考结束，她和前世一样生病了，我借了笔钱给她，她做了手术，很快康复。相处中，我发现她人不错，就资助她开了小店。可以说这一世没在林宝瑜身上花费心血，我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富足。我颤抖着拿出项链，老公，快帮我戴上。我拿着随身携带的镜子，看着脖子上的项链，瞧瞧目光真不错，好看。南乔一脸的小得意，那是我挑了好久呢。叔叔阿姨好。清脆的少年音响起，我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穿着白色衬衫、黑色长裤的男生微笑着和我们打招呼。这张俊秀的脸有些眼熟，我还在回忆着，就看到他笑着看了眼南乔。南乔同学，好巧。楚明哲，原来是他。我突然记起来了，年级第一，他俩轮流着当。楚明哲不仅学习成绩好，据说还是校草，前世林宝瑜暗恋过他，只不过他性格冷淡，加上林宝瑜心气高，喜欢别人追着他，两人也就没什么交集。阿姨，我们可以一起吃吗？我点了点头。我以为的一起吃只是加了他，结果他把他父母一起喊了过来。好家伙，这叫冷淡。在交流中，我知道他也参加这次物理竞赛。我看到楚明哲看向南乔的眼神充满爱意又很克制。晚上回到家，我在朋友圈各个群发布了寻找林宝瑜的信息，然后手机静音，给自己敷了个面膜，追起了剧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拿起手机，99加条消息。我翻看了下，略过几条无效信息，我看到了一张图片，是2个人抱在一起亲吻的照片。虽然是侧脸，但我一眼就认出这是张雷和林宝瑜。看这背景，似乎是在附近的商场。我猜到他会去找张磊，但我没想到他胆子这么大。我了这张发照片的人，问他人在哪，那人回复说是在宝兴广场，不过是6点多拍的，现在不知道去哪了。我回了句谢谢。原本群里还在纠结这是不是林宝瑜，我这么一问，所有人都知道了。没想到林宝瑜这么开放啊，这孩子看着就不正经。他从小就喜欢撒谎，也就他妈心肠好，要我早让他滚了。我瞥了几眼消息，没什么重点，就退出了群聊。给蒋老师打了电话，他们老师之间都认识，很快就找到了张磊的班主任，要到了他的家庭住址。我和老公半夜开过去，只有张磊的父亲在。听到我说要报警，赶紧给儿子打了电话，但一连拨了10几个电话都没接通。正等得不耐烦，突然我兜里的手机震动了，是邻居张阿姨。我有些奇怪，接通后，对方着急的声音传来：“小石啊，你快回来，你家着火了。”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和老公急急忙忙赶回去。拨开看热闹的人群，我看到楚明哲抱着满头是血的南乔上救护车，我心中一惊，让老公留下照看，自己跟着上了救护车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南乔不是应该在学校吗？楚明哲满头是汗，他紧紧地握着南乔的手，向我交代了事情的经过。原来是南乔知道我在找林宝瑜，担心我们，就从学校里偷跑出来。楚明哲担心他，一路都跟着南乔。我还看到有2个人出来，戴着鸭舌帽，背着背包，鬼鬼祟祟的。听到楚明哲的话，我想到家里装的监控，幸好监控信息会及时上传到云端。在监视器里，我看到林宝瑜带着张磊进了家门，在家里翻箱倒柜，拿走了现金，还有我的首饰。没过多久，南乔回来了，他们发生了争吵，张磊趁南乔不注意，拿着花瓶砸晕了他，又把南乔搬到了床上，将门反锁。然后点燃了客厅，林宝瑜看见着火的窗帘，得意地比了个中指，两人扬长而去。如果不是楚明哲一直跟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好在南乔只是有点脑震荡，没什么大碍。很快所有人都知道林宝瑜和张磊私奔了，他不仅偷走家里值钱的东西，还放火烧家。我直接将监控视频发到了朋友圈和群里。林宝瑜又火了，只不过这次他不是被人追捧赞扬，而是被人唾弃辱骂。我一心扑在南乔身上，他住院期间，楚明哲经常过来替他补习，偶尔会有林宝瑜的消息传来，只是很快两人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。
高三那年，南乔和楚明哲一起拿到了清北的保送资格，两人上了同一所大学，理所当然的在一起。至于私奔的那两人，我想到他们那时候还没成年，也懒得和他们纠缠，就谅解了他们，专注于自己的事业，偶尔和老公出去旅游，去清北看看南乔他们，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。直到林宝瑜大着肚子出现在我门口，妈，我看到他，险些没认出来。看他这样子，估计胖50-60斤，和前世那个明艳动人的明星判若两人。他穿着肥大的长袖，上面的图案都发白褪色，头发像是用手撩到后面，随意扎了马尾，面色憔悴，看上去比我还老。别喊我妈，你干出那种事，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。林宝瑜抿了抿嘴，露出委屈的表情。如果是上一世的她做出这种表情，估计会引起不少人的同情。可惜现在的她又肥又胖，脸色暗沉，还长痘痘。我是被张磊蛊惑的，那时候我想，妈，你原谅我吧。说着说着，就一副要哭的表情。林宝瑜，别装了，赶紧滚吧。他闻言脸色一变，换上狠厉的表情。我劝你把房子过户给我，还有财产都转给我，不然我要你好看。听到这话，我感觉十分好笑。凭什么？就凭你领养了林南乔那贱人，他抢走了我的一切。明明我应该是天之骄子，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，受到所有人的宠爱，而不是这副鬼样子。听到这话，我有些惊讶。你也重生了？听到这话，林宝瑜一脸的不可置信，他的表情变幻莫测，语气颤抖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是重生的？你是什么时候重生的？他的眼睛睁得浑圆，死死地盯着我。难怪你这一世对我不一样了，你这女人怎么这么恶毒？听到这话，我冷笑一声。我恶毒？林宝瑜，你摸摸自己的良心，前世的我对你够好了吧？可你是怎么回报我的？这一世我没把你扔回福利院已经很善良了，走到今天这一步，要怪只能怪你自己。你放屁！明明是你偏心林南乔，那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野丫头！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偏心的养母！听到这话，我一点也不生气，我怜悯地看着她。上一世我养出了你这么个白眼狼，这一世我自然要防备。南乔回来的那天，我就在家里装了监视器，你和他，我一视同仁，你再怎么往我身上泼脏水都没用的。说完，我上下扫视了他一眼，掏出手机，点开相机对着他。而且你看看现在的你，谁会信你的鬼话？他看到相机里的自己，尖叫一声。这丑八怪是谁？电梯突然响了一声，张磊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。林宝瑜看到他，害怕地抱着头。你滚开！你滚开！你应该早就死了！我一定是在做梦，是在做梦！张磊蛮横地拽住他的手腕，想把他带走。林宝瑜尖叫着撕破他的脸皮。我是在演戏，刘导让我演一场孕妇的戏，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，等我醒了就好了。这是梦。对，这是梦。从他的话里，我推断出他应该是在片场拍戏的时候穿到这一世的林宝瑜身上，并拥有了这一世林宝瑜的记忆。张磊看到他这副疯癫的样子，不耐烦地甩了他一巴掌。啊！肚子痛，我看到他下体流血，和张磊一起把他送到了医院。医生说孩子没保住，而且他再也不能生育。张磊懊悔的一拳砸向墙，我冷冷地看着这一切，转身离开。没过多久，警察局打来电话通知我去一趟。我看到大夏天裹着棉袄的林宝瑜，他瘦了一些，但比普通人还是胖很多，不应该说是病态的水肿。他一脸呆滞，嘴里喃喃道：“我是银杏奖得主，拥有1000万粉丝的明星，我要回去。我们在资料上查到她是您的养女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是，不过之前发生一些事，我们差不多已经断绝关系了。这样啊，但现在她精神似乎出现问题，没有人管她。那我送她去精神病院吧。麻烦您了。对面的人松了口气。从精神病院离开的时候，阳光很好，照在我身上暖洋洋的。我想我再也不会来这里了。